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语言。我给自己准备了好几个问题，接下来大家会看到我自问自答。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是什么？肯定是中文啊，我自己的母语。美，我觉得它应该怎么定义呢？肯定首先有你形体上的美，对不对？看起来怎么样？汉字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吧，因为它有一个个字儿，对不对？而且很多语言其实它是这个字母型的这个语言它没有这种象形类的文字，所以它缺乏其实很多途径去展现自己形体上的美。比如说中文这个汉字，它可以通过书法展现出它独特的美，书法写得漂亮，龙飞凤舞的，对不对？其次在声音上，我觉得也特别特别的美，就是一种悦耳动听的感觉吧。中文它有本身特有的节奏，还有这种抑扬顿挫的感觉。如果你说得好，我觉得肯定是特别特别美的。当然了，大家都在学习中文，你肯定是因为发现了中文的美嘛，对不对？第二个问题，除了中文你的母语之外呢，还有没有别的语言你觉得也很美？其实呀，我本人也学过不少语言，像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其实有些是学了一些皮毛还有英语是不得不说的。其实每种语言我觉得都有各自的美吧，看你怎么看了，你要从哪个角度去切入有些是听起来很美，有些是本身它带有特定的东西，比如说它所承载的文化之类的，让人觉得就很美。比如说这个日语、法语，其实我都挺喜欢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一定要选一个语言呢，一个外语，就那些你学过的或者只是知道的，你觉得哪个语言最美？要说纯粹听起来的话，我其实很奇怪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西班牙语的电影，叫做《潘神的迷宫》。可能电影本身带有那种奇幻的色彩，而且画面相对比较暗一些。我当时听那个西班牙语，感觉就带有一种特别神秘的气息，感觉就像一个个的圆圆的泡泡一样，就是泡泡在黑暗中的泡泡，突然一个一个的破碎了，感觉特别的神秘黑暗，而且特别漂亮，特别美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西班牙语很美，很漂亮。第四个问题就是，你觉不觉得一种语言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国家人民的性格？当然了，就像我上面说的西班牙语这个感觉西班牙人很热情还有带一点的神秘的气质。我感觉这从西班牙语，就是我接触的西班牙语肯定能体现出来。还有我学过的语言，我感觉比如说英语在英国人说来和在美国人说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美国人说来感觉很阳光很开朗，真的就反映在那个腔调上，很自由随性的感觉就喷薄而出了。但在英国人你感觉总是有一点压抑，还有一点冷幽默。但其实我不是在批评英式英语，因为本身我是更喜欢英式英语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和我自身的气质很接近一些吧。还有就是有时候喜欢说一些冷笑话，我觉得我不是说那么像美国人那么开朗，心无旁骛，感觉心里面有点沉渣的感觉不是这种状态。我感觉有时候会更喜欢英式的幽默，还有我喜欢看的书电影都是比较多一些，就偏向于英国的。最近我在看 Terry Pratchett 的这些小说，我感觉那种英式幽默不是放的特别开就是好像一开始把你挠一下，你没什么感觉，然后过了一会儿，突然感觉怎么这么痒，然后突然感觉怎么这么好笑。这就是我对英式幽默的理解。我感觉之前看那个什么银河系搭车指南，感觉好像都是这样。英式的幽默就是那种冷不防的那种幽默，感觉不是特别畅快，但是你又特别能回味那种幽默的感觉，好像就像一个石头扔到水里，那个一圈一圈涟漪荡开的感觉。就一开始你感觉怎么这么小一点小波纹，但荡得越来越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每个语言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民族的性格，但是我觉得两个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吧。比如我学过日语，我觉得日语它本身其实挺繁复的，就是很复杂，甚至有点啰嗦，因为里面还有敬语什么的，对不对？所以它反映在这个整个民族人的性格相对会比较的很多礼节上比较在意，很复杂，还长幼之间秩序什么都很在意
虽然说中国古代因为有儒家的影响，其实应该也是比较注重这些东西嘛。中国不是礼仪之邦嘛，因为中文本身是非常简洁的，非常实用的，所以到后面这些东西好像都是被去掉了。但在日语里头，这些东西都保留了下来，所以日本人整体这些东西也保留了下来。还有日本人心思比较细腻，还有时候有一些暧昧不清、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和语言就很像，总是给人感觉好像不把很多话说透来，然后好像总给人这样绕啊绕、绕啊绕的感觉吧。第5个问题，你觉得语言好不好听是不是和说的人有很大的关系？那肯定了，就像中文，不同的人说出来是不同的感觉。很多人喜欢看我的频道，可能会觉得我说的比较好听，然后有些人喜欢别人的频道，可能觉得别人说的比较好听。首先我觉得人呢都是比较肤浅的，就是会比较喜欢漂亮的，比较好听的，这是第一感觉嘛，是比较直观的感觉嘛。其实我以前很喜欢日语，不就是因为看过日本这个动漫很多嘛，他们说话又特别清晰，然后特别有戏剧的张力，对不对？第6个就是你为什么要学习外语？学习外语啊，当时最早的时候，首先像英语是学校必须学的，很多国家人应该和中国也是一样，英语是必学的。但是学着学着，肯定因为它所承载的文化呀等等，你会发现这个语言的美，会发现这个语言的内涵。内涵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所承载的文化所带来的。但是因为语言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通过这个工具，你可以打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吧。但是还有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书的人，喜欢看一些小说什么的。我希望自己看的书能看原版吧，就是我觉得翻译过来的小说和原版的小说还是有差别，特别是在一些语言表达上面，还有特别是对话的部分吧，翻译成比如说中文的话感觉会很怪啊。只有看了原版之后，你才能深切的感受到每个人说话的状态，甚至能听到声音。特别是大家很多人喜欢看哈利波特，你看哈利波特英文版的时候，是不是好像都能听到，比如说像海格说话是怎么样的，对吧？像斯内普说话是怎么样的，每个人感觉听起来都不一样，感觉好像从那个文字里能直接传到你的耳朵里。第7个，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所学过的语言的感受吧？我学过，就正儿八经学过，应该就是英语、日语、法语，对，这是正儿八经学过的。英语和日语我都讲过了，上面对不对？讲一讲法语。法语其实我觉得，我感觉在书上看来，就是文字上，我感觉更漂亮，讲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漂亮。以前人们都觉得法语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反正中国人是有人这么传的。现在我在哪里听到就说意大利语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最美丽的语言。不管怎么说，我感觉法语是很漂亮，特别是在书面上，就是看小说的时候，你看那些文字感觉特别特别漂亮，干净透亮这种感觉。但是有时候听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好听，可能我找的这些说这个法语的人，可能他们说法语都不是特别好听吧。因为我对法国的不管电视电影啊都了解比较少，我只是对他们的小说文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东西吧。之前我还通过这个法语看过哈利波特来着，我觉得挺有意思挺有意思，虽然感觉少一点那种英国式的有点阴沉的这种冷冷的感觉啊，但是反倒多一点阳光的比较明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法语它是一种在我看来比较阳光的明媚的这种语言吧。其次我其实还学过一定程度的俄语。为什么学俄语？是因为比较喜欢俄国的几个作家吧，经典的作家托尔斯泰啊，契诃夫啊什么的，对，我比较喜欢他们，所以我当时想学来着。后来也因为主要没有时间吧，我现在其实还有关注了一个，在 YouTube 上关注了一个俄语教学的频道，对，Russian with Max 对，他之前还在我频道下评论了，因为他之前来过中国嘛，就我说啊，天哪，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第8个，你是如何学习这些语言的？你觉得他们对你中文教学有帮助吗？我如何学习啊？就像大家一样学习呗不是，就像英语日语在学校里教过，所以就是按照课本来学。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按课本来学，我觉得有点枯燥，有点无聊。我以前在哪看过一句话，就是说学语言它就像游泳一样，你就直接跳进游泳池去游，没有人说是学游泳给淹死了，对不对？学语言好像也是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比如学法语的时候，我就直接看着书，后来我也想通过同样的方法去学别的语言，
就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家，然后去学习。我做这个频道也是有这种一定的目的在里头，就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更为纯粹的一种更为日常的这种中文学习的材料吧。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来学习中文，而这个中文是最为鲜活的、最为日常的、最为实用的，而不是那些经过太多修饰的这种中文。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是在往这方面走。这个形式，就今天这个形式其实也是一种尝试吧。之前我可能会写个稿子，最开始的时候写个稿子，然后顺着稿子一个个这样说下来，感觉有点机械。后来我就写个稿子，然后把它扔掉，当时就是脑子能记起多少就说多少，大概脉络在那块。现在呢，我又想的就换一种形式啊，就这种形式就是我先列几个问题，然后就着问题我直接说。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其实都是没有思考过的，我没有想过应该说什么。我想让自己有一个更为即兴的这种说话方式，更为真实的，就像我日常的在平常中的说话方式。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学习语言应该是最有用处的吧。第9个，你觉得你能学会这些语言吗？而且你觉得他们对你人生能带来什么益处呢？这是一个很扎心的问题。我觉得按照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很多语言我应该是无缘了，就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时间能腾出来让我去学习。我很羡慕大家很多人有很多时间去学习中文啊什么的，但是现在我不是在做一个 YouTuber 嘛，所以有很多精力啊其实放在做 YouTuber 上面。我需要去想内容，给大家呈现节目呀什么，做字幕啊什么的。其实我平常也比较忙，所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这些语言。我希望自己能有一天都学成吧，这些语言。因为我觉得咱们不要说益处，这个感觉有点太现实了，太功利了。因为他们对我而言不存在，比如说我把他们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我其实是更纯粹的，只是因为喜欢他们所承载的文化等等。或者甚至我之前也想学过意大利语，因为我觉得意大利语听起来很好听，有种音乐的律动，对。而且但丁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之一吧。第10个，你觉得自己说中文好听吗？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害羞，我觉得还可以吧。其实就像我在很多地方都说过，我一开始说普通话的时候是有很浓的口音的，然后我也没有意识，我也觉得无所谓。后来只是因为要做 YouTuber 教大家中文，我才开始改变的。大家其实可以通过观看我以往的视频发现我说中文这个状态一直在改变，我觉得一直在提高，我也一直在锻炼自己，让自己说中文更好听吧。所以说你觉得我说中文好听吗？我觉得我是在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听的路上吧。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如果你喜欢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评论，那么下次再见哦。